谢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鹿啊。过去这一年呢，我一直都在忙一个项目，备孕。我知道你们现在心情很复杂，人类的本能让你们想说耶，网络的情绪让你们想说咦。所以现在你们的心情起伏啊，就可以用一句歌词来形容，就是耶咦耶咦耶耶哦。你们最终的情绪就是啊哦。还好，我周围一些朋友啊，一听说我要生孩子，就跟我要去犯罪了一样。他说：“欧莫，不要冲动啊，你迈出这一步 ，almost 没有回头路啊，这辈子就完了，值得吗？为了那么一个不认识的人。”我知道啊，这都是关心，但关心的有点太早了。怀孕哪那么容易呀？我备孕很久了，一直都没啥动静。后来就跟我的生育搭子托马斯去看医生啊。医生一听，这个操作频率如此之低，就跟我们说你们这个不叫备孕，叫随缘，肚子没动静很正常，因为人也没什么动静。哦呦，这句话真的是触碰了我的逆鳞了，我就开始发力了。不错过任何的风口，大练钢铁直男。我全国巡演，一到排卵期就会宣托马斯前来侍寝。他千里迢迢来到我的城市，千里送种，礼轻情意重。连续几个月的劳动派遣。高铁飞机票也花了不少钱了，这也算是重金求子了。但每次都是仰天大笑出门去，千金散尽还不来。于是呢，我又回医院做了仔细的检查，这回好了，不孕不育治好了我的生育焦虑。我输卵管堵塞，有多堵呢？这么跟你们说吧，我的两侧输卵管呀，堵得就像中国这2个脱口秀上升通道一样。你想出人头地，但是左右为难，最后只能没这么绝望，我的情况没这么绝望以前算不孕不育，现在还有的救现在是可以做试管婴儿的。很多人可能对试管婴儿没什么概念，对吧？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首先合法。其次，我生，你们别怕试管培养的孩子学名叫管培生。自从考虑做试管之后现在我在看托马斯，他都不是一个人了，他就是一管人。我现在经常跟他说有劳了，管人。他说哪里，举手之劳。还是您能者多劳呀。懂的都懂。比起生育能力我现在更担忧我的养育能力。我真的很担心我当不好妈。我的担心呢，源自于我今年收养了一条小狗。养狗之前，我觉得我读了那么多书什么鼓励式教育、无条件养育，那不是张口就来。但是我养了小狗1周之后我对着这个小狗胡言乱语。我说你为什么要尿到我的床底下？你这个小狗是猪脑子吗？我不奢求你像别人家的小狗会取快递，会拉雪橇，会缉毒的，还有编制。我只要你定点尿尿，你都做不到。我养你，我还不如养条别的狗。我对你多好呀！我给你煮好肉，我自己拼谋饭。我花钱给你洗澡，我的澡都是自己洗的。你的良心是被自己吃了吗？托马斯打断了我说：“他也不是故意乱尿的。”我说：“你闭嘴，你也尿不对。”他说：“我可以改，但他只是个小狗嘛，他快乐就好。”我说：“他都不听话，他凭什么快乐？他可是一只东亚小狗啊！”我说完呢，托马斯就抱着这只法国贵宾出去玩了。我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们俩活蹦乱跳的背影，
我就开始担忧了。以后要是真的开始育儿了，你说我的东亚模式和他爹的西澳大利亚模式，会不会发生一些教育对冲啊？对吧？我对孩子说“棒打出孝子”，他对孩子说“你是最棒的”。我说骄傲使人落后，他说落后也要骄傲。我说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他说吃啥苦中苦，来吃王中王。这么东西教育一合璧，这孩子以后活得多么的矛盾啊，对吧？他对自己又爱又恨，他既松弛又紧绷，既稍息又立正，他含辛茹苦的吃香喝辣，凿壁偷懒，闻鸡就饿。头悬梁追短剧。我担心自己养不好孩子，但总有人跟我说：“哎呦，你生了自然就会养了，怎么可能自然就会了？”哎，你想说脱口秀，不会写段子，我可不敢跟你说没有关系，你上台了，梗自然就冒出来了。你上台了，你自然就是喜剧之王了，不可能啊！我去年那么自然的就不是了。哎，做父母怎么可能自然就会呢？啊，我记得我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啊，那天早上我吃了我人生中第一盒龟苓膏，傍晚我月经就来了。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给我吓坏了。我脑子里第一个想法就是，我去，龟苓膏有毒。我赶紧去跟我爸妈说了我中毒的事情，我爸沉默不语，红着脸躲避。我妈递给我一包卫生巾就走了，没有给我任何解释。所以现在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哈，棉花不好吃。拉嗓子，建议外敷不要内服啊。我母职焦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是因为我们这一代是中国第一代开始吐槽原生家庭的人啊，鄙人也是其中的中流砥柱。所以我养孩子就会有那种我一定要养得比我的父母更好的胜负欲，我要让我的父母看到我的教育成果之后，对我俯首称臣，说：“哎呦，甘拜下风啊！还是您会培养孩子呀！您看看我养出来的是个什么东西呀！”哎，我一生要强，真的好怕当妈塌房，所以我就想，为什么做父母没有资格考试啊？啊，就像律师执业资格证一样，咱也去考考母职资格证、父职资格证，爸爸考公，妈妈考母。更适合东亚宝宝的应试生育，对吧？有证书不一定能给孩子托举，但是能给我托底。这样以后我的孩子在诋毁原生家庭，我就不需要像现在的父母一样对着孩子痛哭流涕说：“啊，爸爸妈妈也是第一次做爸爸妈妈呀，哭得哟，那个行得我。”不需要这样了，我会理直气壮地把我的证书敷到孩子的脸上，情绪稳定地跟他说：“宝贝。”抱怨原生家庭是很正常的，怪别人是人类的本能。但爸爸妈妈这边呢，也是国家认证的职业爸爸妈妈哟。咱们这个原生家庭是符合国标的。如果你还是不满意的话，建议你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啊！我当你是家人才告诉你哦。聪明宝宝都爱喝的飞鹤奶粉，用12亿公益生育补贴，补贴奶粉钱给孩子爱的贴贴，爱嗨爱嗨爱嗨哟。孩子说：“妈，你说唱干嘛？”我说：“啊，为了平衡事业和家庭。”好，谢谢大家。谢小鹿。小鹿的话题越来越猛。我第一次在脱口秀舞台上听到事情相关的话题，吓我一跳。春晚演员不太适应啊，还以为结尾是小鹿带你发大财呢，还在这儿。那现在这个备孕是就是还备着呢，还是就有备无患吧？就是半备半不备的啊，一个既松弛又紧绷的状态。我想讲这个话题，是因为我觉得，可能我感觉就是每到你不同的人生阶段，你真实的面对人生阶段所面临的困境吧。这个事情是我真实面对的人生状态，我就愿意用喜剧的方式表达出来。我觉得这样的话，很多跟我处于同一阶段的女性，应该会在这件事情里面找到挺多的共鸣和安慰吧。说出来又如何？我觉得在这个话题之下，演员都会选择自己觉得比较生猛的话题去讲，而生猛的话题，如果观众一下子他的接受度没有到那么高的话，会有点容易冷掉。所以我就想先打个样，我先破冰，帮大家把场子热好。
大家上来可以随意的发挥，然后让自己的段子能达到效果的最好。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有请演员朋友们准备开始吧。大家好，我叫小海。谢谢谢谢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说出来又如何？其实很多事儿我说不出来，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怂的人，生气了我也不敢说。之前老板要给我降薪，我鼓足勇气，我给老板发微信，我说为什么要给我降薪？老板说公司不挣钱。我说好的。波浪号。但其实我心里全是星号。老板还跟我说，你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情绪稳定，但他不知道我最大的优点其实是骂人不出声。我经常想在心里跟别人说出那种特别刻薄的话。有一次我坐飞机啊，我特别想睡一会儿，但我周围所有的家长都在给孩子上课，我后边家长在教孩子学英语，左边在教飞机原理，前面在教古诗词。我说原来空课的意思是空中课堂。我都感觉我坐的不是航班，这就是个实验班。我坐第一排，给我发饭我都不敢吃，我怕他让我往后传。我坐那儿我都不敢打开遮光板，我怕我一打开，班主任在那儿趴着呢。然后所有的孩子都在公放pad，我看这些孩子，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学知识了，他们应该学学人生的真相。我就想跟他们说，我说努力就能成功吗？别做梦了，你让阿姨做会儿梦吧。你知道你为什么现在还得这么卷吗？是不是因为你在经济舱？你去头等舱看看，那帮人早就躺平了。还有那个学飞机原理的，你长大也不会坐驾驶舱，因为你看pad太多，已经戴眼镜了。还有那个背古诗的，你背这么多诗，以后想当诗人吗？当诗人有用吗？现在中国最有名的诗人在卖牛脆脆。所以你们也看出来了，我情绪真的不是很稳定，我只是不想让别人看出来我疯了。但前2天老板看出来了，因为有一天上班我心情不好，没有化妆，老板跟我说：“你上班怎么都不化妆呀？”我说：“没钱怎么化妆？没玩过游戏吗？不充值哪来的好皮肤？”然后老板跟我说：“哎，咱们有事说事儿，你不要有情绪。”然后转手给我发了2短视频，非暴力沟通和厉害的人早已经戒掉了情绪。我说情绪为啥要戒掉啊？怎么情绪有害健康吗？啊！我在这演着演着，突然有人上来扇我一巴掌，我面无表情。观众都问我说：“你怎么不生气啊？”我说：“戒了。”我估计扇我的人都想说：“戒不是有病吗？”天津人还是。然后老板还跟我说：“最近感觉你情绪不太稳定啊，我觉得你就是太敏感了。”我觉得老板说你太敏感就是一种 PUA， 对吧？因为你都伤害我了，你还要怪我太脆弱。这就好比我走在路上，有人开车把我撞了，然后过来跟我说：“哟，这么容易就受伤了？你也太敏感了吧？你看旁边那个人都被我撞飞了，但他一点事儿没有，因为他有超强钝感力。你看他飞出10米他都没事儿，因为他每天都在刻意练习。你花21天，你也会成为更好的自己。”我说：“可是我真的疼啊！”你感到疼是因为你在成长。我说：“可是我都快要死了，那些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大。”我还看到网上有的老板说，他招人的第一标准就是情绪稳定。我说：“这标准你咋测试啊？啊，面试时候上来先给你个脑瓜崩，找工作直接跟老板谈。”我就工作过的朋友都知道，员工能力越强，情绪就越不稳定，对吧？你如果招人第一标准是情绪稳定，你只能招来那种能力不强的员工，到时候老板就只能跟大家介绍，这是我们新来的会计，不识数但是特别识相。但我也不是啥人都招。前2天我刚裁了个程序员，他会挺多编程语言，但我让他加班，他就跟我用 C 语言。
然后前2天老板又要给我降薪，我直接跟他用了一句 C 语言，然后就没有降。我说我学了半天非暴力沟通，原来最有用的居然是暴力。就非暴力沟通几十万字顶不上这1句，我这才是真正的1句顶1万句。谢谢大伙，小海。谢谢小海的表演。投票倒计时，3、2、1，请锁票。哎，天真姐最后补了1票是吗？对，其实小海的整个内容99%我都是同意的，你的很多观点。我唯一不同意的是，我觉得卖牛脆脆的那位呢，不是中国最有名的诗人。我也那儿卡顿了一下，我中国最有名诗人不是应该在坟里吗？然后我想说的是啊，小海你的这个风格我也是很喜欢的，就是你其实是对所有的社会现象予以表达跟嘲讽，然后讲一句现象讲一句嘲讽，讲一句现象讲一句嘲讽，这个能力我觉得是很强的。但是呢，就是职场的这个痛点，可能确实是有一部分确实是真实工作过的人以及被要求过的人，他可能会更容易感知到。但比如说那个女性穿内衣那个问题，其实是可能所有女性都会有的一个点。所以我在想，是不是你这种方式如果选取一个更共性的点，它会更容易出效果。明白。我觉得您说的很有道理。不过这个节目播了以后，我可能就不用讲职场了，因为也没有工作了。对，好像你是有一个全职工作的，就本来是全职，后来慢慢变成兼职，估计以后就变成全职脱口秀演员了。但我觉得你的风格今年是比去年就是进化了很多的，而且是更能形成自己的风格，所以我也觉得我在你身上看到一种巨大的潜力。你可以再可能找一找你的那个更准确的东西，形成你独特的小海派，我觉得是很好的，你肯定可以。谢谢天真老师，谢谢。我的听感就是您这个确实有几个很不错的包袱，但是这包袱和包袱中间呢，好像老有一些个空拍儿。就是您会刻意的把重点放在那几个点上，但其他的时候好像就有点儿，也不是说那个松散吧，反正就是有点不是特别全情的投入。但我觉得当这个节目播出之后，您变成一个全职的脱口秀演员，肯定会更好，因为杀不死你的只会让你更强大。好，谢谢。小海，我第一次听你表演，我觉得说的挺好，但是呢，就是我没有太多的共鸣，因为你说你的领导对你不怎么好。恰恰相反，我的领导对我无敌好，而且我领导的孩子也是，对吧？您这种，如果您是我同事的话，我会非常讨厌你。确实我生活的家庭太温暖了。小岳还是个老实人，还是个。好，谢谢您，谢谢，说得很好，说得很好。我就是跟老师您有一个很像的地方，就是我心里的不满不会直接对这个人表达，我会写在我的作品里，或者真的有的时候我脑子上面会冒脏话，就会悄悄的飘过去，我对他很讨厌的话，小星星，对，有很多小星星从我的头上飘过去，但我很喜欢您的表演。明白，我也特别喜欢您的作品，谢谢，很有力量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老师。小海脱口秀一演完，整个场面就突然变得非常社会了起来。我也喜欢你，你也喜欢我。但是我一直看小海的演出，有一个感觉，就是我觉得他有一点特别不一样，是其实我们很多人是在大声说话，对，然后或者是很多人就是自言自语，但他其实一直是在大声的偷偷说话，就他好像很多话都是就是那种说小话，但他有时候会很大声的说出来，我就觉得那个风格特别有意思，特别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明白，就是怂横的。真是，就好像随时那个老板都要从后边冲出来，就是你现在把门一关，我给大伙说点小事儿啊，就这意思似的。是，谢谢小海的表演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我今天有点太好看了。真的，今天我看我自己，我说哇，人间水蜜桃，都有点不好意思讲我今天的内容了。我本来是想说我很抠门，因为虽然你们看不出来啊，但其实我对于时尚跟购物是一窍不通的。就在我心中，购物只有2种模式，一种是这个都给我插下来，另外一种是这个都不是我弄坏的啊。
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啊，我为了奖励我自己，给自己买了一个200块钱的外套。我高高兴兴出门去，一个朋友指着那个 logo 问我：“你现在是有钱了哈，几千块钱的衣服，你说买就买。”我想完了，搞到假的了。但我是个很诚实的人，还是跟他实话实说。我说啊，我也不懂这些，喜欢就买了。最近呀，一个朋友跟我说，你现在呀也是红了，我带你去趟香港，了解时尚，顺便呢勇闯富豪世界。一到香港，我朋友就说，你别把你的通行证弄丢了，放到我的 LV 钱包里吧。我说这就开始闯了。他把他的钱包拿出来，我说这个上面也没有 logo 啊。他把钱包徐徐翻开， LV 在夹层里。我说哦，图穷驴线。我们俩在逛街的时候，他指着前面一个女生说：“他说你看，那个人穿的是假裤子。”我当时第一反应，我说什么是假裤子？就是他其实没穿。他那个是人体彩绘。后来我朋友带我去看香水，他说他喜欢祖马龙，因为很低调，但是别人一闻就知道是祖马龙。到这儿我真的忍不住了，我说这个别人，他到底是谁呀？他为什么一直对你望闻问切的？而且真的有人那么懂品牌吗？因为如果是我闻到别人的香水，我只会说嘿嘿，你好香啊。我就跟我朋友说，你是不是有点太被消费主义洗脑了呀？他说那你回上海的时候，我帮你升舱吧。我说消费主义也好香啊。那个其实是我第一次坐公务舱，我是非常紧张的。我坐那儿之后呢，想调座椅靠背，摸了半天，也没有摸到开关。你知道，主要是也不敢大摸，不了解公务舱，我怕我摁个啥按钮，给飞机舱门弹开了。那样的话，我的惊呼声会显得很像祈祷啊，门！我当时特别想让空姐觉得我这个人体贴又有礼貌。当时空姐跪下跟我说话，我马上去拉，我说姐姐，这又是何苦呢？空姐问我橙汁和水您需要什么？我说我都不要，我要你好好休息。不好意思，有点太油了啊。跟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坐我旁边一个12、13岁的小女孩，她的父母呢坐我们后面。起飞之前，空姐过来提醒我们2个人调直座椅靠背，我们俩都没动。她没动，是因为她不在乎规则；我没动，是因为我没动。我做不到她那么松弛，还是带着一些经济舱的拘谨，就感觉我虽然人到公务舱了，心还没过来，怎么身体跟灵魂总有一个在经济舱？而且我当时看着她，我就想啊，她躺得那么平，他不怕待会儿飞机起飞的时候，他从后面滑出去吗？后来我想，他不怕，因为他身后有父母托举他。而且当时更让我生气的是，他背了一个香奈儿包。我说你12、13岁，你上初中哎，你背香奈儿干嘛呀？你拿它装笔吗？说真的，我是很羡慕他的啦，因为我爸从小就是穷养我，就对他来说，除了生存需求之外，其他都是浪费钱。我10岁的时候想吃榴莲，我爸就不高兴，他说你是真的想吃榴莲，
还是因为它贵呀？我说有没有可能就是馋呢？我知道我爸可能怕我以后过度爱慕虚荣，但是榴莲有点太没必要了吧？那长大以后别人拜金，我拜金枕榴莲。哎，我本来只是一个馋嘴的小女孩，在我爸那儿我会成为一个榴莲捞女。其实我知道，就是当时在飞机上碰到那个女孩的那一天，是我整个人生当中第一次特别的想要一个香奈儿包。但多年的教育使我决定买个假包。经过我详细的市场调研，我发现那种很真的假包也要3、4千块钱。我当时问那个店家，我说这真的是假包吗？他说：“哎，包假的。”其实我很清楚，我想要的根本就不是那个香奈儿包，是那种在任何场合下都可以很自在的感觉。但我还是想要一个香奈儿包，里面装满榴莲，这样别人一闻就知道，这才是真正的丑男儿。其实我上周已经买了，买的真的。哎，说出来又如何？真的，我今年很想多赚钱，我想给我妈也买一个香奈儿包，给我爸买一个刮胡刀，手动的。他如果有意见，我就问他：你是真的想要电动剃须刀，还是因为它贵呀？谢谢你们。谢谢七七。喜欢七七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投票倒计时，最后3秒钟，请锁票。再次谢谢七七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演得超级开心。我每次看你这儿又唱又跳，我老想那个倒计时我多念一会儿，看你到底会跳多久。但是我今年发现你好像到今天第3篇了，其实每一篇都会讲一些自己的，这叫成长故事吗？或者小时候的经历在里边，是不是？因为我自己是秉承着一个生活理念，就是我的人生哲学，就是只要课题来临，我就会去解决它。就是这个其实是我最近面对的一个课题，希望可以给解决的或者没解决的一些，就是一些什么，随便听听吧。就是他前面讲了，他买了一个假香奈儿的时候呢，我本来想我没买假的，姐。就是你前面说你要买一个假的时候，我本来想说我可以送你一个，但是他刚后面又说到他给自己买了一个就真的包的时候，我觉得是非常，我就有点动容。我的那个动容是觉得，不是说要崇拜某一个品牌或者崇拜某一个包，而是我们可以对我们自己好。其实你买完那个包，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，但是你可以有底气去买包的那个时刻，是你知道我可以支撑得了我自己的能力、欲望和喜好的时刻。所以我其实很喜欢你今天这一篇，讲了你的这个成长故事，然后你其实是不了解名牌，包括你去这个商务舱的体验等等，所有的东西我都是很有切身感受的。而我也相信在未来的时刻，你可以从容的面对那一切。所以我也祝你就是继续可以成长下去，我还是可以送你个真的香奈儿包的。真的吗？说出来又怎样？会很好啊。来这个节目真是收获颇多呀。然后你知道吗？你在台上讲的时候，你一上台，然后你台上的就像你的爸爸妈妈，然后就站起来，那2位站起来，然后慈祥的看着，就这样慈祥的看着你。哇，看到这一幕我也好感动，因为我知道你们是很好的朋友嘛，就是能看到你们真的互相关心彼此跟支撑彼此那个能量，就是虽然你们在竞争，但你们是真正的朋友。就是其实我刚买包的那2天，我其实是不太舍得背的。然后有一天跟嘻哈还有王悦还有辛博我们一块吃夜宵的时候，然后我跟他说我可能以后不打算用这个包，因为我想就是把它挂在那儿，好像是一个激励自己的一个东西一样。但是嘻哈就跟我说，他说七七这个包你买了你一定要用，因为你以后会有更多的包，你买了这包还当一个普通的物品一样用。从这个嘻哈跟我讲这个话里面，我其实看到了消费主义的另外一层，就是好的那一面，就是我觉得它可以鼓励我滋养我自己的野心。我可以让自己变得更成功，
我非常感谢嘻哈和我自己。这个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段子的原因，就是脱口秀的舞台上本身在同一件事情上，你就是可以讲两种观点，有可能两个脱口秀演员在同一个话题上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，但他们同样好笑，而且只要同样好笑，大家其实就不在意到底谁对谁错，因为对错本来就不重要，可能。对，而且我感觉七七讲这个东西确实是女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必经之路。因为虽然我们老说可能讽刺消费主义什么的，但是其实每一个人已经深陷其中了。如果这件事情是最便捷的一个能让你感觉到更快乐一点的方式，没有必要去排斥它。而且我觉得你曾经仰望的东西，你得到了之后会祛魅，你会跨到下一个阶段。所以这是你的成长，很开心看到。人在没有得到之前很难真正祛魅了。我觉得七七这个讲就跟刚才那个香玉姐讲的意思一样，就是不管我们在人生阶段里有一个什么要追求的人还是什么物，可能追上了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再要去追的目标了，对吧？您这个小包拿上之后，可能未来还有别的更多更好的，马上就有了，就是天真姐在这儿达成了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也想送你个包，不用攀比啊你。因为提到这个包啊，我有发言权。我媳妇儿就特别喜欢包，她买了很多。后来我说你别买了，我给你做。我就在网上买了很多做包的这个东西，包括皮具、什么锥子、锤子。哦，真的？我给她做包，我做了3个月。她买的那些包，我挨个都给她做好了。你知道假货从哪来的了吧？把这插下来。然后都做好之后，我给他摆那儿，我说把你那些包扔掉，以后背我这个，扔掉。扔掉。事实证明，我做的这些看都不看一眼。你可以官网上卖的，卖3、4千呢。我送你一个。可以，好，谢谢。我做的啊。当然，好，我拿去卖。不会的，我会挂在家里。太精彩了，真是。你俩不用送啊，咱们没有攀比的过程。我先说一下，我觉得他太可爱了。你的衣服，老师，您的衣服跟后面这个电视机还有这个灯光相得益彰，太漂亮。天生为舞台而生，跟你一样。我觉得我听您的故事，我感觉很像睡前看那个爽文。就是充99块，然后有一大篇，然后到最后一页，那个剃须刀拿出来的时候，就是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然后非常恭喜你买到了你喜欢的包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爱情